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川普命币的1周岁的生日。别人过生日的流程是吹蜡烛、许愿、发朋友圈、收礼物，但川币呢过生日不太一样，它是反过来的，它是送礼物。送给谁呢？项目方，给项目方送上5000万枚的解锁代币，按照今天的价格去计算呢，差不多是2.7亿美元的一份大礼包。这个慷慨的程度，我看连巴菲特看了都会点头称赞的。这个才叫真正的价值投资，投资者的价值全都投资给了项目方。仅仅短短的1年时间，币价呢冲高到了75美元，然后再跌回到5.3美元，跌幅93%。这一年呢，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给我们上了一堂课，什么叫做完美的收割艺术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专门来骂川普币的，而是做一次解剖手术，解剖这台韭菜收割机，来看看这个政治加上金融的组合拳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希望你看完这期视频以后如果你再次遇到类似的名人币、政治币、热点币，你不会再被同一套套路反复的给收割。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个1周年纪念日到底有多像行为艺术。正常的项目的1周年年会上会怎么汇报呢？很简单，讲成绩、讲进展、讲未来。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像 Solana 这种项目1周年的年会上，他可能会这么说：各位，我们这一年呢干了不少事儿，用户增长500%，技术迭代3个版本，生态合作伙伴新增了50家，下个季度我们要进军 DeFi 2.0。听起来呢很正常，很项目，很建设性。那川普币1周年的年会画风是怎么样的呢？他可能会是这样汇报的：各位，我们这一年的成果也很明确，用户亏损93%，价格的迭代跌到了地板上，散户已经成功的被我们给教育了一轮。下个季度最重大的里程碑是什么呢？解锁。解锁时间表是2026年的1月18号解锁5000万枚，差不多是2.7亿美元。然后呢7月呢再来一波9000万枚，再然后呢2027、2028，就像连续剧一样，一季接着一季。我忍不住脑子里想象一个画面，欢迎收看今晚谁来砸盘，本周的嘉宾川普币解锁机制。所以说传统的项目它去讲愿景，命币讲什么呢？讲解锁的进度条。最重要的 KPI 不是用户的增长，而是解锁还能够剩几次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川普币这一年的价格，特别像一趟标准的过山车。第一站冲天炮时期，2025年的1月17号发币，价格7美元，48小时之内冲高到了75美元，涨幅970%。那2天呢，全网的情绪只有一个字儿：冲。散户的欲望得到了空前的满足，我要发财了。第二站自由落体时期，价格呢从75美元跌到了15美元，跌幅80%，时间只有短短的20天。你会发现命币最残酷的地方，它不是让你慢慢的亏，它是让你在最嗨的时候把仓位给它打满。这个就好像把你送上100层的摩天大楼的天台，然后拍拍你的肩膀，兄弟，下面的风景美不美？下一秒钟门一开，自由落体的运动。第三站呢，现实站台，1年以后的今天，5.3美元，距离最高点下跌了93%。如果你现在手里边还拥有川普币，还拿着它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手里拿的可能已经不是投资品了，更像是一枚政治纪念币。收藏的呢是那段疯狂的时间，剩下的是一地鸡毛。这个就是典型的命币的生命周期，拉盘、FOMO、回落、横盘，靠解锁来续命。很多人以为当初是在投资特朗普概念，但更真实的情况是你在给别人的分期提款计划买单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进入技术的环节，我们要拆解的就是这台印钞机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很多人以为川普币赚钱靠的是涨，靠的是跌，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。它更像是一套结构化的赚钱机器，只要你进场，只要你交易，它就能够收钱。
第一层收割是流动性的吸血术。川普币最初在 Metro 这个 DEX 上上线，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里边有一个概念叫做流动性提供。你可以想象一个游泳池，项目方呢往里边倒了很多的川普币，还有 USDC， 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去买卖。每当有人去交易，就要给池子管理员缴费，这个就是流动性提供费。关键点在于项目方呢，它既是管理员，又是最大的代币持有者，所以一旦有人买，项目方收手续费；有人卖，项目方还收手续费。交易越活跃，项目方赚钱就会赚得越多。散户的玩法是怎么样的呢？低买高卖，赌一个价差，这个其实是不确定性的收益。你可能有的时候去赚，有的时候也会赔。但项目方的玩法是怎么样的呢？收手续费，收交易的摩擦，这个是确定性的收益。你要注意一下，这里边和散户的不确定性收益的一个对比。项目方呢，就像在开一个赌场，散户在桌上赌输赢，赌运气。赌场呢，他不赌，赌场收台费，旱涝保收。根据路透社当时的独家数据去显示，仅仅2周的时间，通过这套机制，项目方进账8600万到1亿美元。所以你去想想，这么短的时间，靠的不是产品，不是营收，靠的是交易行为本身。第二层收割呢是分期的套现术，也就是分期解锁。项目方手里边还有大量的没有解锁的代币，哪怕按照现在这个价格，那也是几十亿美元的级别。如果按照高点，那个就是天文数字了。那它能不能一次性的把所有的代币都给它砸出来呢？当然不行，因为一次性的砸盘，市场就直接塌了，自己呢它也套现不了。所以更常见的玩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可以脑补一下，川普币的高层内部开了一个会议，我们要学习小米的饥饿营销法，设计一个解锁的时间表。今天解锁5000万枚限量版，7月解锁9000万枚纪念版，明年再解锁它几千万枚收藏版，一季一季更新，剧情呢一集一集来放。第三层风险，撤池风险，这个也是最狠的风险，很多新人可能会忽略它。如果流动性没有锁死，权限不透明，就会存在一种撤池风险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解锁呢，它是明枪，你大概也知道它大概什么时候会来，心里呢你还会有所准备。撤流动性呢更像按键，池子一撤，交易呢它可能瞬间就坍塌了，变得很困难，甚至失灵。前者让你慢慢的去失血，后者可能让你一下子就喘不过气来了。所以这个不是一台普通的韭菜收割机，这是一台3重复合的收割设备。第一呢，流动性的费用持续的抽血；第二是分期的解锁，定时收割；第三，随时撤池，终极清场。总结一句话，这个不是赌涨跌的游戏，它是一个只要你进场，它就有办法赚钱的数字游戏。川普币的项目里边呢，其实还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也特别荒谬的问题：去中心化的世界到底需不需要官方去认证？这个就是它最拧巴的地方。你可以想想，真正的命币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拿最经典的狗狗币来举例。2013年的狗狗币是什么画风呢？一句话：野生草根，全靠网友去玩梗，没有 CEO， 没有正经的白皮书，也没有官方的发布会，就靠表情包、二创、社区自发的去传播，主打一个只要大家玩得爽，它就能火。那2025年的川普币呢，画风完全相反，它会强调一句话：唯一的官方认证川普的民币，有公司，有官网，有一套很复杂的代币经济学，然后靠的是什么呢？靠政治的流量，靠营销，靠热搜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呢？这个玩意儿听起来就像官方认证的草根运动，这个不是天然矛盾吗？这个就像你听到了这些词儿，你会感觉它有点不太对劲，不太对味儿。标准化的个性定制，中心化的去中心化，商业化的社区自治，所以这个就不是社区文化现象了，这是把流量包装成叙事，再把叙事变成钱的流量变现的商业模式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读一段川普币的免责声明。这个不是法律文件，而是一堂课，如何跟你玩文字游戏。第一条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仅作为支持或纪念用途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这个不是投资品，这个是纪念品，
但一个纪念品为什么能够从75美元跌到5美元？一个纪念品为什么每天还有那么多人在里边去对赌，疯狂的去交易？这个就像卖彩票的人跟你说，我们不是在赌博，我们是在卖希望，这个你能相信吗？第二条，与任何的政府机构、政治组织没有直接的关联。翻译成人话就是这跟政治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那我再问一句，既然跟政治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名字就叫做 Trump？ 为什么政治新闻一来，市场的情绪就跟着一波又一波的去启动？第三条呢是不保证任何的收益，也就是说亏了你不要怪我们，问题是你不保证收益，那你营销的时候为什么要暗示千载难逢历史性的机会？所以这套话术的核心就两句话：赚钱的时候我们是金融产品，亏钱的时候我们是纪念品，出事儿的时候我们早就写了免责声明，营销的时候呢我们从来不提免责。所以不管他在文件里面怎么给自己改名，我们要用常识去判断，不要被文字游戏给绕晕了。好了，分析完了，那下面呢我们聊一点严肃的。川普币的1周年，它留下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不是技术创新，不是应用场景，而是一套可复制的流量收割模板。这个模板呢，它有5个步骤。第一步，选择流量的载体，政治人物也好，网红也好，热点的事件也好，反正只要有流量就能够开局。第二步，把赚钱的方式做成结构，不是靠做产品去赚钱，而是靠手续费抽水，再加上分期解锁套现，你交易它就收钱，你上头它更加开心了。第三步呢是营造权威感，官方、唯一、认证的这些词儿一贴上去，很多人的警觉就会自动下降，你会觉得这一次呢可能有点不太一样。第四步呢，设计分期的提款计划，它不是一次性的 rug pull， 它更像是按月去领工资，一刀一刀的慢慢去切。第五步是法律的免责保护，真出了问题就一句话，我们早就说过了，这个不是投资建议。所以这套模板它听起来是不是很完整？而且这套东西呢，它正在被复制。只要2026年各种的选举、各种政治热点一上来，什么市长币啊、议员币啊、网红币啊、主播币，各种各样的币，可能随时都会冒出来。更深的一层，这个其实是在干什么呢？是在把政治的影响力证券化，把社会流量金融化。你买的不是技术创新的股权，你买的更像是别人影响力的提现权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看到任何新的概念币的时候，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首先是这个项目的价值来源是什么？是它构建的产品，还是某个名人的社交媒体的影响力？其次呢，谁在这个模式当中会确定性的获利？如果答案是项目方旱涝保收，那就要警惕了。最后呢，它解决了什么真正的问题没有？创新解决痛点，骗局呢制造爽点。如果它只是满足了你暴富的爽点，而没有解决现实的问题，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骗人的项目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解剖了川普币这台精密的收割机，不是为了嘲笑谁的失败，而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。希望大家不要再重蹈覆辙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理性的分析比情绪的宣泄更加珍贵，独立的思考比跟风投机更加重要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内容，请点赞并订阅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